喂，欢迎来到少主离的魔安频道。今天我们来玩叉社的这一款雕塑日版配色。首先盒子就跟美版配色的不太一样，对着光看它其实是那种闪卡的那种效果啊。除了人物卡之外，这回还带了2张镭射贴纸，也可以仿照记忆的老玩具那样贴出来一些细节。张嘴的替换表情，还有这个浅蓝色的目标战士，金属色的涂装也挺好看的。变形依旧是。把这一块合金的炮管子拉出来，掀开盖子，脑袋给它盖起来，然后把腰折起来，腿部 Z 字折叠，侧面的卡扣和小臂上边挂一下。枪型就这么搞定了。美日版最大的不同还是在配色的方面，原先深蓝色的这个零件换成了这种发青一点的颜色。其实，在镜头里和肉眼观感是不太一样的，镜头里看起来是发蓝的。其实你用肉眼看的话，它会更偏绿。其他方面没有太多的改动，同样是双驾驶舱4个座位。不过这一回整个的白色零件上了这种很闪亮的珠光漆。效果看起来很漂亮。叉社的这个吊索飞机形态其实还是挺好看的。那我们来做一个逆变吧。首先起落架，给它收起来，前起落架卡在脑袋顶后面。第一步，先抠出这个脑袋。日版的脑袋的形状不一样，所以相对来说会要比美版卡得更紧一些。然后打开这2块的卡扣，翻起这一块边缘。顺着侧面这里内侧有一个挂钩，把这个钩子打开，整个的胸板拉出来。注意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小的锁片，把它翻下来，是个尼龙的材质。然后打开后边2个引擎，脚丫子从里边顺出来。这个位置的结合是左右的2个 C 扣夹起来的，所以拆的时候和合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一下。2个扣点在这里，腿部掰下来就可以整个的把胯拉出去，双腿直接拉长，拉过来以后，膝盖这里通过双段的关节，这里边是带齿轮的，前1齿后1齿掰过去，把腿型跟这个样子拼齐，也相当于有了一个锁定啊，这个样子就不会回落了。我们再把脚背里边的这个造型零件顶出来，旋转90度，这一块折过来。依旧是这个杆子啊，是这一次设计最大的一个败笔。但是呢，这一次明显感觉比美版的那个配色要紧了很多啊。另外一侧也是转过来，旋转正。哎，我发现个问题，日版这回好像没带改锥呢。其实这个样子也算个 G 形态吧，但是边这会挂着一个脑袋啊。接着我们变机头的部位，中间的 T 字挡片给它扣进去，这里边是一个读孔的位置。2个机头的中间还有一个方形的板子，给它折过来，下方这里顺着缝隙左右拆开，然后整个把机头藏进去。顺着后面这里拆开机头根部的2个卡扣，根部这里其实合金的双段关节啊，我们往下拉一下，让出来更多的空间，再往里翻转，叠好一定要把它压到底。左右这2边腰部的挡肉零件稍微往回折一折，腰部这个合金加尼龙的杆子在折叠回来的时候啊，它们的交接处要往回折，然后根部这里也是2端的关节。再往下窝，好，需要变到什么情况呢？这里侧面有一个凹槽，把这个凹槽平着转到正前方就对了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后边的杆子是垂直顶在背包上。现在我们往回盖胸板，刚才翻折下来的这个尼龙钩子卡在腰侧面这块的缝隙里边，把这儿对齐，插进去。挂上钩子，现在再把这一块折回来，上方的扣子固定，脑袋拧到正面来，最后卸开小臂和翅膀这一块的卡扣，钩子挂上，再把肩膀折下来，胳膊90度旋转过来。小臂这块板子在开的时候，注意它拨边缘的这个角，因为它的插扣点在这个位置，所以你拨上面不好开。
拨下边，哎，把这块的扣子就容易脱开了，拳头翻转出来。目前看起来身上也是挺素的，但日版配色呢，你也可以把这些贴纸贴上去，增加一下美化的效果。最大的区别除了颜色之外，还有就是头雕造型的不同了。日版是这个方脑壳的造型，光学镜的样式。其实叉社这一次的吊索整体的变形逻辑还是非常简单的，这一回的零件隐藏和收纳位置都还不错。唯一可惜的还是脚踝的这个位置啊，用了一个外侧的单轴连杆。虽然这个地方用了尼龙的零件来增加它的韧性啊，不至于掰断，但是也因为韧性的问题导致了脚踝偏软的现象。这一次的日版配色明显脚踝的这个轴是要比美版紧实很多的，站立起来也比美版更加的稳定了。现在如果偏 MP 化的这种动画角色的话，比例方面肯定是导致失衡的，所以叉社也算做了一个真假零件的切换啊。腿收进去以后，把脚丫子藏在了这块引擎的下方，原先这是小腿，这是脚丫子，所以呢，它在变形结构上边把脚丫子从这个角度绕了一圈过来，这样叠放。但是问题就出在它的侧面单边轴这个设计的角度啊，有些怪了。另外还得保证它脚踝左右有接地关节。其实我想过啊，如果是在变形机理不变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在小腿上做文章嘛，对不对？你在中间的这个轴里打出来脚踝，然后从中心的这个位置翻折过去，轴坐在中间这里，左右同样可以旋转，无非最后这一块空洞的位置也就是加个盖板的事情。但是小腿在中心的位置这里做翻转的中轴的话，也会影响到腿部的一个伸缩隐藏，它这一块挺大的，如果滑槽缩下去的话，这个空间的厚度是不够做那个轴的。可能也是多方面的考量吧，所以最后的解决方式呢，就是外侧这里的一个单边轴。最后呢，只能说是有舍有得吧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叉社日版的这款雕塑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